我重生在夫君魏续得知公主要去和亲那天，前世就是这一天。魏续入宫求圣上，收回和亲一事，让我沦为笑柄，毁了一生。这一世他要做情圣，我便成全他。我要在他来求情之前，先一步求皇后允许我修夫和亲，成败在此一举。今日无论如何，我都要说服皇后。荒谬！你已嫁作人妇，怎可替长安和亲？此次和亲事关两朝往来，绝不能儿戏。我的脸火辣辣的疼着，却依旧倔强的跪着。我可以修夫和亲。听闻北漠新主继位，皆会迎娶先王的胭脂，想必北漠不会介怀臣妇的在嫁之身。皇后脸上的愤怒被疑惑取代。你和魏续青梅竹马的情谊，当真确定要休夫？我坚定点头，我深吸一口气，扑通跪倒在地。臣妇不愿看着夫君爱而不得，只求臣妇代替和亲后娘娘准许公主下嫁夫君。此次和亲远嫁，除了公主之外，我是宗室内唯一的适龄女子。只可惜我早已嫁人，就算皇后对公主百般不舍，也无计可施。如今我甘愿替嫁，正中皇后下怀。皇后装模作样的斟酌一番，这才松口。好，看在你一番苦心，本宫会替你说服陛下，你即刻回府听旨便是。至于长安与魏续的婚事，本宫自会安排妥当。得了这句话，我长舒一口气，摆脱魏续这个渣男基本妥了。我刚走出门，迎面撞见了一瘸一拐的魏续，他皱眉看着我脸上的巴掌印。你怎么在宫里还被人扇了巴掌？虽然我魏府门楣虽不高，却也容不得妇人在外惹是生非，徒增笑柄。我面色平静，夫君为公主和亲一事贵贱不成，活活被拖出宫外，魏家的脸面才是被你丢尽了。妾身的脸也是因为夫君与公主君臣越界，皇后才赏给妾身的。魏续却恼羞成怒，若非你不肯退让魏氏嫡妻之位，我本可以娶了公主，也不至于这样日日去求情。这句话如此耳熟，前世当魏续得知李长安将要和亲时，也是这样说的。他当时脸色难看，死死攥着我的手腕。若非你不肯退让魏氏嫡妻之位，长安何至于远嫁蛮荒之地？他那般纯善柔弱，如何在那虎狼之地活下去？沈知微，你的心肠怎就如此冷硬？此时手腕的剧痛仿佛穿越时空，再次清晰地传递到我的身上。曾经我只觉一颗心被投入冰窟，如今却没有半点波澜。原来都怪我，那我退位成全你们好了。反正出去和亲也比日日当尼姑要好。前世魏续为公主守身如玉，让我蹉跎一生。那些可汗个个俊勇无双，身形健美，一点也不比魏续差。重活一世，我要换几个男人尝尝鲜。魏续却不以为意地嘲弄。装什么大气？你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让出魏府主母的位置？他从不信我说的话，我也懒得辩驳。但这一次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魏续这个人我就是不要了。上一世魏续和李长安背着我苟且，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私会。尤其百日里魏续贵贱失败，这两人绝对不会安分。果不其然，没等多久便看见假山后闪过一道黑影，李长安哭着扑进魏续怀里。魏续哥哥，长安不想去草原那么远的地方和亲，你娶了长安好不好？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你身边了。听见李长安的话，魏续痛心的闭了闭眼，轻轻抬手替他拂去脸颊上滚落的泪珠。若臣能在未曾婚配的时候遇见公主，臣一定非公主不娶，护公主一世周全。魏续哥哥，你对我真好。李长安将魏续抱得更紧，而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郎情惬意的一幕，只觉得可笑。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夜夜私会，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如今我却不想惯着了，于是我吩咐身侧的贴身丫鬟谷雨，端盆冷水来把假山叫春的野猫给泼走。一盆冷水浇头而下，李长安尖叫一声，吓得落荒而逃。魏续从黑暗的墙角走出来，气郁难消。沈知微，你故意的是吧？我抬手狠狠扇了他一巴掌，冷笑，这才叫故意。魏续气急败坏，我迟早要休了你。他还想休我，殊不知我早就跟皇后说好要休夫了。休夫之后，我自然要带走所有嫁妆，断断不会便宜我那夫君。库房里我带着丫鬟谷雨检查嫁妆，却不想可打开的每个箱子都是空的。我愤怒至极，拿着鞭子狠狠抽在了库房的管事身上，说我的嫁妆都去哪儿了？管家被打到皮开肉绽才松口。事主君说，这些珠宝首饰与其当做摆设，不如当做公主和亲的嫁妆，好让她在北漠更有底气。奴才们这才连夜送去宫中。我气得发笑，魏续真是做足了两手准备，一边求皇帝收回成命，一边用我的嫁妆来为李长安的和亲铺路。他怎么敢的？又细细一想，或许他前世也这么做了，只是我从未想过盘点嫁妆才未发觉。我带人直接拦下了要出门的魏续，他眉头紧皱，不明所以的看向被打开的香笼。夫人这是在做什么？大清早便开库清点。我冷笑一声，举起手中的嫁妆单子。妾身正想问，夫君昨夜为何取走我嫁妆中的金凤步摇、云霞锦和各类上品东珠，不知是作何用途，可有记档，何时归还？魏续脸色瞬间变了。公主殿下即将远嫁和亲，我不过是取几件玩意儿给她聊作念想，你何必为这些身外之物斤斤计较？我扑哧一声笑了。妾身还以为昨夜夫君那番若相逢早些定会求娶公主保她一世周全的话，就足够安抚公主心神，了却她相思之苦，原来还不够。魏续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他满眼不敢置信。你全部听到了。我嘲讽勾唇，魏续恼羞成怒。沈知微，公主即将和亲，你不仅对她毫无怜悯，却计较几只钗环首饰，极批情况，连公主对我的如沐之情也要揪住不放。我只觉得可笑。妾身不明白，这究竟是公主的如沐，还是夫君的私情？你真是不可理喻。魏续猛地推开我，甩袖而去。我死死地瞪着他的背影。既然你那么想要跟李长安厮守终身，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李长安的寝殿里，我走进去，看见李长安正将金凤步摇插在头发上。去，给我抢过来！谷雨立刻走过去，拿走金凤步摇。李长安却美目圆瞪，攥着金步摇不肯松手。这是本宫的东西，你凭什么拿走？回禀公主，此乃魏大人未经允许擅自取走臣妇的嫁妆，还望公主归还。我毕恭毕敬，李长安却愈发得寸进尺。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吗？你滚出去！我要母后治你的罪。我冷笑一声。李长安不知道我在过来要求李长安奉还嫁妆之前，
已经请示过皇后了，我都愿意代替公主和亲了。这点小事，皇后自然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正在我和公主对峙时，忽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正就在宫中贵贱的魏续闻讯而来。他第一眼便瞧见公主泪水盈睫，李长安带着哭腔上前拽住魏续的衣袖一角。魏续哥哥，他欺负长安，他要抢走魏续哥哥赠李长安的最后一点念想。魏续的眼里是彻底的失望与嫌恶。沈知微，你又在闹什么？当然是搬嫁妆啊！我掏出自己的嫁妆单子，再次当着魏续的面挥了挥。我身后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清点着魏续随手就送给李长安的无数首饰不断。魏续估计没想过我竟敢找公主讨回这些嫁妆。魏续的神色阴沉下来，区区嫁妆就让你如此小肚鸡肠，小心我一纸休书将你扫地出门。休书二字如同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无形的涟漪。安宁公主似乎听懂了其中含义，她得意看向我，听见没？魏续哥哥要休了你。我直接气笑了。头一次听闻有人扣下姑娘家的嫁妆，还要姑娘扫地出门，正要冷言冷语地嘲弄几句，忽然大太监带着人走过来，声音尖细地喊道：皇后懿旨，沈知微听令。我当即扑通一声跪下，忽而勾唇一笑，没想到皇后的懿旨来得这么及时，而魏续却面露厌恶。沈知微，你为了不让我休妻，居然连皇后都搬出来了。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大太监打断。皇后慈悯，因沈氏之女沈知微婚事不幸，特允休夫，并封为安国夫人，即日备嫁，赴北漠和亲。对了，皇后娘娘还让我转告公主，她并不嫌弃被休夫过的驸马，特将公主赐婚于太子少妇魏续，则即日完婚。大太监说完这些，四下一片寂静。魏续骤然僵在原地，眼底神色复杂。可痴傻如幼儿的李长安却听懂他母后要将自己嫁给心上人的意思，瞬间欣喜若狂。李长安兴奋地摇晃着魏续的手臂，魏续哥哥，你听见了吗？我们马上就能成亲了，我再也不用被送去草原了。李长安不忘得意地看我一眼，仿佛在炫耀他终于赢得最心爱的玩具。不，这不可能。魏续的脸上却无喜意，他的嗓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正接过一指，闻言顿了顿，才回头看他。魏大人，我确实骗了你。迎着魏续希冀的目光，我勾唇一笑，雪上加霜。你如今是休戚之身，太子少妇是做不成了。从今往后，好好做你的驸马爷吧。怎么样，这份大礼你喜欢吗？不是说想和公主早些相识，护她一世周全吗？那我就成全你。我待公主和亲后，所有服饰需要重新量体裁衣，因此就连待嫁也要留在宫中。本来还挺无聊，宫女们却开始私下讨论起我那前夫和公主了，似乎有趣起来了。听说了吗？公主日日都要去未来驸马的府上呢。可不是，结果去了就嫌弃魏府太小，连个像样的跑马场都没有，指着垂花门说像宫里3等嬷嬷住的屋子。哎呦，驸马连个官都没有，低价聘请的魏府厨子做的点心难吃，害公主摔了满桌碗碟。魏大人不舍得请名厨，更要去御膳房讨药方子呢。难怪魏大人遭安国夫人休夫如此捉襟见肘，伺候不周，是我也不要这样的夫郎。工人们说得正起劲，却突然全都噤了声。我抬眼看过去，原来是魏续来了。他神情疲惫又复杂，可并不妨碍我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笑着打趣：驸马爷，这可不是御膳房。魏续却苦涩地说：知微，我明日就要成婚了。我笑得更舒心了。礼不敲定的和亲队伍离京之日，与公主大婚大日选在同一天，真是同乐。本夫人明日也要启程和亲。知微，我从未想过要你去和亲，你我虽有局域，我始终视你为魏氏主母。我对公主，我恰到好处地接过话。你对公主是相逢恨晚，是她日公主出塞，既当守身如玉，以此明志。魏续，你怀揣的是什么心思？我太清楚了。因为前世我已无望地切实体会过。魏续急切地为自己辩驳。你果然还在记恨我贵贱之事。我只是为了劝说陛下不应让公主前去和亲，助长北漠的气焰，更宜着选宗室女子出塞。我挑眉，谢谢你啊，结果帝后选了我。可这时魏续却紧紧皱眉，仿佛灵光乍现一般说道：不对，北漠狼子野心，他们想要的和亲公主唯有帝女，怎么可能愿意要你一个嫁过人的妇人？他忽然间表情极为笃定，这一定是长安善意的谎言，他只是不想和我悲伤的道别，所以才假装让皇后下令说嫁给我，实则明天还是他去和亲，对不对？我一时愕然，刚要开口说他想多了，结果魏续便恶狠狠地指责我：长安这样温善为我思虑，结果你却借机编造休夫之事害我名声，累积我的仕途，蒙骗我十里红妆，大摆宴席，实际上明日的婚礼，公主根本不会出现，对不对？沈知微，你根本就是想看我的笑话。魏续越说越急切，终于说服自己，面色阴冷地抓过我的手腕，扯到他的面前。不过你也别担心你的阴谋不能得逞，明日的婚仪照旧，只不过是你这个假和亲公主之妾脸，重回我魏家。魏续走后，工人们拥上来。夫人，魏大人误会了，这可如何是好？我揉着手腕，只觉莫名其妙。魏续未免太会给自己加戏，驸马非要以妾礼迎娶公主，我不过小小安国夫人，还能左右驸马的决意不成？和宫上下默契，当作无事发生。明天怕是有好戏看了。次日天色刚亮，我便套上了繁复华丽的北漠礼服，盖着大红盖头，被送上了和亲凤辇。仪仗威严，鼓乐喧天，送嫁的队伍浩浩荡荡。与此同时，魏府亦是喜气洋洋。魏续一身簇新的大红喜服，俊朗的面容上却不见多少喜色。直到一个小厮悄然溜进来通报：主君，我们已经拦着宫里来的花轿停在侧门。那妾室起初还不高兴，嚷嚷着她是正妻，该从正门入。下人们笑她不要脸。主君如今愿意抬她回来做妾，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她竟口出狂言，说她是公主，竟敢怠慢她。魏续听罢，也勾唇嘲弄的笑了。不枉我今日宴请四方，届时定要看沈知微出场，继续晾着她，等我送了公主和亲回来再说。他此时仍旧笃定花轿里的人是我，丝毫不急着将妾室迎进门，只等着所有宾客到齐，让所有人都看够我的笑话。主君，送嫁和亲的队伍快踏上北京的官道了。魏续得知，便立即翻身上马，全然不顾自己一身喜服招摇过市。见状，有人愕然道：驸马这是干嘛去？明明是大喜之日，瞧着驸马的去向，竟是要送和亲公主
了一惊。魏续扬长而去，丝毫不知身后宾客议论纷纷。和亲路途中，我坐在凤辇上，后面是浩浩荡荡的和亲队伍，魏续却策马狂奔追上来。看着端坐在凤辇内的窈窕身影，他理所当然的把我当成了李长安。魏续在凤辇前下马，扑通一声跪下。公主，你果然从头到尾都在骗我。若不是沈知微用修夫来羞辱我，我险些察觉不到这一切都是你对我善意的谎言。他知晓远去和亲，这可能就是他和李长安的最后一面，于是毫无保留地诉说心事。但就算我知道是谎言，也有一念之间希望是真的。若他能带你去和亲，皇后愿意成全你我就好了。可如今你去和亲一事已经再无转圜之地，我魏续只能对天起誓，这辈子为你守身如玉，身心都属于你一人。凤辇内一片死寂，四下只有魏续粗重痛苦的喘息和绝望的情话，显得格外刺耳。随后，一只纤纤细手缓缓掀开车帘的一角，魏续猛地抬起头，满怀希望能看见李长安惊喜感动的小脸，结果下一秒猛地僵住。怎么是你？他瞪着凤辇里那双熟悉的脸，瞬间脸色惨白，而我彻底将大红盖头掀开，甩落在一旁，冷笑道：除了我还能有谁？可惜魏大人特地驱马前来，结果哭错坟了。魏续表情惨然，他没想到和亲的竟然真的不是李长安，而是我沈知微，就连他对李长安那番扑心挖肺的誓言，也全都被我听入耳中。如果和亲凤辇内坐着的是我，那么被他无理的丢在魏府天门的，竟当真是公主李长安。魏续跌坐在地，完了全完了。正在魏续绝望之际，一道格格不入的女声猛地炸响：这些首饰金银明明都是我的，凭什么让他带去草原？李长安不知为何，竟然从后面坐着花轿追了上来。他显然没意识到眼前这诡异到极致的气氛，也完全没看到魏续那副如遭雷击的模样，只是拼尽全力去截断嫁妆车队，将所有首饰锦缎全部都往自己的车上搬。给我，都是我的。他的痴傻和强取豪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公主殿下，我骤然出声喝止他的动作。这是和亲仪仗，箱中一物一器皆登记在册，关乎两国邦交。公主殿下若再敢妄动分毫，损毁国礼，莫怪本夫人奏请圣上，严惩不贷。提起皇帝，李长安果然畏惧地收回了手，但表情却立刻委屈又不甘，哭着向魏续求助。魏续哥哥，他胆敢凶我，还抢我的东西，你帮长安拿回来。可此时魏续喜服凌乱，早已狼狈得不像话。他看着撒泼打滚的李长安和此时凤辇内高雅华贵的我，形成强烈的对比，瞬间觉得世界都在一点点崩塌。李长安也发觉魏续迟迟不理会他，情绪疏离冷漠，当即有些慌张地拽住他的袖子。魏续哥哥，你这是什么眼神？你也觉得我疯傻吗？走，我懒得再看他们纠缠，于是下令和亲队伍重新出发。不，知微，你等等我。魏续当即甩开哭哭啼啼的李长安，要拦住和亲队伍。他处在崩溃边缘，痛苦地呼喊着：知微，我错了，是我瞎了眼，我求求你回来，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他仓皇地追过去，却被喜服狠狠绊倒在地，手掌划出道道血痕。可他毫不在意，继续去追，却在触碰到凤辇的那刻被卷入车底。那一刻时间静止，和亲队伍惊恐地停下来，而魏续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时，周围响起一片道抽冷气的声音，一道深可见骨的狰狞伤口从他的颧骨一直划拉到下颌，皮肉翻卷，鲜血淋漓。魏续那张曾迷倒京城无数少女的脸毁容了，由于驸马血染当场，公主哭闹不休，我的和亲队伍没能出城。新婚当日，驸马不让公主进门的事也传得沸沸扬扬，皇上愤怒至极，要给魏续下罪，但终究拗不过嫡长女，最终还是重新定了婚期，连同我的嫁妆也给了李长安，而我必须等着礼部重新准备一份嫁妆，可我却不甘愿了，那是我娘为我准备的嫁妆，凭什么都这样无端成了李长安的囊中之物？和亲人选已定，无论安国夫人愿不愿意，你都得按时离京。至于嫁妆，你想要多少，本宫都可以赏给你。我见他如此愠怒，只好谎称娘娘息怒，妾身并非贪图小利，只是公主所要的都是妾身带去魏家的嫁妆，是我去和亲之后唯一能用来怀念魏续的东西了。求皇后看在我代替公主和亲的份子上，给妾身留些念想。说罢，我哀哀哭泣。我从未忘记自己在皇后面前立起为爱替嫁的深情人设，一旦局面不利于我，魏续将会是我最好的挡箭牌。皇后果真听得咬牙切齿。好，魏续给你们一个两个下了迷魂汤了是吗？皇后深吸一口气，本宫会尽力说服长安，给你留下一半嫁妆。妾身想要全部。你别太过分。可是妾身的嫁妆里都是妾身与魏大人的回忆啊。娘娘你看，这匹布是魏大人抚摸过的，这只金簪够了。就在这时，本应在养伤的魏续大步流星冲了进来。知微，原来你是爱我才去和亲，如今连你的嫁妆也要私吞。既然如此，你别嫁了。魏续脸色雪白，半张脸还缠着纱布，他将我护在身后，我与皇后都愣住了。真是风水轮流转，曾经私自挪用我嫁妆的人，也开始责怪起别人。魏续自作主张，想要帮我脱下代表北漠胭脂的礼服，我连忙往后退去，险些破口大骂一声登徒子，但还是做戏做到底，故作深情地说：不，这是夫君的幸福，我不会退缩的。那些嫁妆可都是娘亲留给我的遗物，我当然不会退缩。魏续被我的深情所打动，他热泪盈眶。我不要公主，只愿与你相厮守，这才是我想要的幸福。我只想要点嫁妆，可他是真的想要我的命。够了，本宫不管你们如何情深，但和亲人选已定，难道你们还想抗旨不遵？皇后摔了杯盏，我与魏续连忙伏地告罪。最终我的嫁妆全数罚没。我对魏续怨恨至极，前世有他，我一生没开过婚，今生也有他，别说男人，连我的嫁妆也给他败光。偏偏他自我感觉良好，我俩被皇后赶出宫。魏续拉着我的手发誓：知微，我心里有你，我要跟你再续前缘，一生一世一双人。我厌烦至极，恰好迎面遇上了李长安，他面露欣喜。魏续哥哥，你是来见我的吗？魏续一抬头，我瞅准时机，一把扯下遮盖住魏续半张脸的纱布，
瞬间一道恐惧的尖叫声响彻皇宫。李长安惊恐地看着魏续此刻的模样，那张鲜血成家、狰狞可怖的脸，让他所有的痴迷在这一刻被冲击得粉碎。鬼啊，丑八怪！原本还兴高采烈的李长安被吓得魂飞魄散。不要过来，丑八怪，死也不要嫁给丑八怪！母后救命！公主哭喊着转身逃远了。什么如沐之情，在这一刻根本比不上李长安对那张毁容脸庞的极致恐惧和厌恶。李长安的尖叫越来越远，魏续一回头，连我也恐惧害怕的后退5丈远。魏续这才想起来捂住脸。志威，你听我解释，这伤会好的。我怎么可能忍得住不落井下石？魏大人，你竟然毁容了！我当初爱的就是你这张脸啊！我捂着手帕，假装哭泣，实则笑出眼泪。志威，你别哭，以后我可以想办法找太医将我的伤口给恢复成以前的样子。魏续慌忙补救，却已无济于事。我躲开他的手，跑去皇后娘娘面前。娘娘，我已经看破红尘，愿替公主和亲，安定社稷。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我要带走属于我的嫁妆。李长安一听，我愿做他的替死鬼，忙将我的嫁妆全数奉还。可以，我都不要了。没了公主偏爱，皇帝的治罪很快落到魏续头上。魏续从太子少妇沦为阶下囚，可因爱生恨的李长安犹嫌不够，他在大牢里让人断了魏续的子孙根。曾经心爱的男子在他眼前痛不欲生，李长安却笑着拍手。听说安国夫人说魏续哥哥愿意为我守身如玉，长安不想嫁给丑人，但是长安愿意帮魏续哥哥达成夙愿。那一日，魏续从云端彻底跌入烂泥，而我的凤辇重新启程，与落魄的他擦身而过。篝火熊熊燃烧，年轻的可汗笑容满面，他单膝跪在我面前，双手捧着一柄象征着草原至高泉的金刀。编织，从今往后，您的意志便是天意，您目光所及之处，便是我们征伐的方向。您的笑容是整个草原最珍贵的瑰宝。在他的身后是无数剽悍的勇士，我唇角缓缓勾起，目光掠过眼前的可汗和那些年轻面庞，最终南方遥远的京城，烈焰在我眸底无声跳跃，映亮一片无垠山河。